哈喽，大家好，我是麒麟。本期我们接着来讲中末的女武神第8场对决，特斯拉对战别西卜。上回说到，随着第7场比赛的结束，人类方反超比分，气势高涨。而接下来的第8场比赛，人类一方的出战选手竟然是被誉为最接近神的那个男人，世界唯一的疯狂科学家特斯拉，搭配上女武神第9女格恩达尔的神奇炼成，身披炫酷战甲替人类方出战。而另一边的神明方也出动了曾唤起了魔王波旬的幕后鬼王苍蝇王别西卜。这场科学与神明的较量对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那么这第8场比赛究竟结果会如何呢？废话不多说，赶紧进我们的解说时刻。神秘莫测的鬼王别西卜在传闻中经常与2个禁忌被一同提到：散播疾病的魔鬼苍蝇王，又或是七宗罪暴食的化身撒旦。在天界，别西卜是最孤独的神，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因为传闻中他受到了恶魔撒旦的诅咒，和他有关的神接二连三的都遭遇不幸。大家认为那些人是被撒旦吞噬了心脏，后来甚至称别西卜为撒旦诅咒者。背负着这样的诅咒，谁都不愿意和他交朋友。别西卜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可直到有一天，3位堕天使找到了他，他们正是萨麦尔、路西法以及阿撒谢尔。听说镇上来了个有趣家伙，便过来看看。见别西卜沉着脸没有理会他们，就更来劲了。在他身后手舞足蹈的表示，他们打算去伊甸园玩玩，邀请别西卜一块去。说起伊甸园，阿撒谢尔就忍不住憨笑道：“那里的苹果可太好吃了呢。”被一旁的萨麦尔吐槽道：“也只有阿撒谢尔会被吃的吸引了。既然如此，那就由他来说一个超有趣的事情吧。其实宙斯的奶奶，你们还是回去吧。”别西卜冰冷的话让萨麦尔深受打击。路西法则问起为什么要他们回去呢？大家不是都说了吗？我被撒旦诅咒了，你们还是不要和我接触比较好。所以呢？一般听到这话都会自觉远离他，可这一次轮到别西卜感到意外了。只见路西法接着说道：“撒旦那只怪物只是迷信吧，况且大家的话就一定正确吗？”阿瑟谢尔也在一旁附和道：“对呀，连他都没有吃过撒旦这种东西呢。”显然这货的脑子里只有吃的。见别西卜仍旧让他们离他远一点，路西法笑着表示，他决定了要和别西卜成为朋友。明明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就凭直觉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还齐刷刷挂着自信的笑容冲他说道：“他们一定会很合得来的。”别西卜吐槽道：“都是傻子吗？”说到这儿，阿瑟谢尔扬起的手高呼道：“虽然不知道撒旦是什么东西，但只要敢来，他一定会把他干掉的，所以放心吧。”话刚出口，就被萨麦尔嘲讽道：“虽然那份心意他表示赞同，但怎么都觉得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连跟个衣柜打架，阿瑟谢尔都会输呢。”被当众打脸，阿瑟谢尔就准备要和萨麦尔进行决斗。就在2人争吵间，突然一个臭屁让现场陷入了诡异的安静，就连别西卜都憋着气好一会儿才松了口气，随即突然转头偷笑了一声。这一幕都看在路西法眼里，闹了这么半天，他正式向别西卜伸出了手，让他一起来吧。别西卜叹了口气，终于没再拒绝，接受了这份邀请。很快几人来到了伊甸园，这里曾是诞生了夏娃亚当的象征幸福美好的乐园，在里边有一片苹果园。几人完全无视了牌匾上绝不能采摘的提醒，甚至还爬上了树肆意采摘着，把别西卜这老实人给急坏了。果不其然，很快就遭到了乐园管理者的驱赶，竟然又是这3个混蛋天使来捣乱，这一次还多了一个小鬼。别西卜正想解释自己不是，话还没说完就被路西法给拽走了，并表示没错，他便是新伙伴，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呢。事情结束后，他们一块享用着苹果，看着几人的模样，别西卜阵阵出神，对于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交到朋友呢。就这样，捣蛋3人组变成了4人组，他们一会儿登山，一会儿游泳，一会儿玩闹，也一块欢笑。如此快乐的日子，别西卜从未体验过，也希望这样的快乐能永远持续下去。但事实真的这般如他所愿吗？他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一天午后，他睡着醒来，赫然发现身下竟有一条污血。惊恐之下，他扯开了衣服，并没有发现有伤口，那便是说这不是他的血。等他往周围看去，才恍然，他的好朋友们全都倒在地上，眼里早已没了生机。路西法心脏位置破开了一个大洞，难以置信的神情靠在树边。在他身旁的阿瑟谢尔和萨麦尔同样是胸口一个血洞。这血淋淋的一幕看在别西卜眼里，他彻底崩溃了。在他睡着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突然想起那个大家对他的传言，和他有关的神都会遭遇不幸，会被撒旦夺走心脏。他突然明白了，传言是真的，他是背负诅咒之人。原来撒旦是真的存在的吗？是撒旦夺走了朋友们的心脏。逐渐崩坏的内心让别西卜面目狰狞，第一次有了活着的目标。他站起了身，大声呵斥道：“你究竟是从哪里听到的？撒旦，我一定要杀了你！”从那以后，对撒旦的复仇成了他唯一的目标。天界的古文图书馆成了他的办公室，整天沉浸在对撒旦真面目的研究中。在旁人看来，这段时期的别西卜比从前多了一份冷冽，不再让任何人靠近他。后来有一天，和往常一样在图书馆研究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追寻着路西法来调查撒旦真相的女神莉莉丝。她是路西法的青梅竹马，所以杀害了路西法的撒旦同样是他要复仇的对象。别西卜还没搞清状况，莉莉丝便表示，如果别西卜真的是撒旦诅咒者，那就由他来看管。另外，他也和别西卜一块调查撒旦的真相。
面对这样的自作主张，别西卜当然不会愿意了。但莉莉丝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只是他脑袋表示，就算下地狱，他也要这么做。这不是请求，这是命令。看着莉莉丝强势的模样，别西卜愣了片刻，突然苦笑道：“这模样和路西法还真是像呢。”于是就这样，别西卜的身边又多了一个人，说是朋友也算不上，倒像个合作伙伴。为了调查撒旦，两人一块翻阅古籍，找到线索地点就在地图上做上记号。肚子饿了，莉莉丝会递上可口的食物。撒旦这个令人恐惧的恶魔，除了他们两外，谁都不愿意与之有任何关联，也没有人真的见到过那个家伙。他们跋山涉水，将关于撒旦的所有相关地点都探寻了一遍，不管是天界的边际还是冥界的深渊，都没有找到任何撒旦的踪迹。一天夜晚，那个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噩梦再次袭来，路西法几人被撒旦抓在手里，在他眼前，撒旦将他们捏成了肉泥，并向他说道：“你所爱之物尽数毁灭。”在撕心裂肺的咆哮声中，别西卜从睡梦中惊醒，大口喘着气儿。听着动静的莉莉丝走了过来，知道别西卜肯定又梦到撒旦那家伙了。他将别西卜的头靠在自己肩上，安慰着他。别西卜难过的看着自己的手，问道：“为什么路西法他们那么好的人会愿意和他做朋友呢？”莉莉丝解释道：“路西法那家伙从前便是那样，自己害怕孤独，所以对同样孤独的人无法放任不管。那家伙只是不想让别西卜感受到孤独而已。”嘴上大骂路西法真是个烂好人，别西卜一把抱住了莉莉丝，抽泣着表示他一定会完成复仇的。莉莉丝回应道：“不是他，而是他们。”在那一刻，别西卜似乎又感受到了熟悉的情感，在难过受伤时有人能倾诉，所以他向莉莉丝承诺一定会好好保护她。莉莉丝红着脸回应道：“说到就一定要做到。”这一刹那，别西卜封闭的内心再一次打开，眼里泛着泪花，向莉莉丝表示了感谢。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苦寻这么多年的撒旦竟然在这一刻有了结果。别西卜的眼神恢复清晰后，却是他自己一手贯穿了莉莉丝的心脏。原来，撒旦组织的真相是，当别西卜的爱冲破顶点后，他便会将所爱之物亲手摧毁，就像曾经的朋友萨麦尔、阿瑟谢尔以及路西法。因为他爱他们，所以在睡梦中亲手将其摧毁。而这一次，他在动手时被莉莉丝唤醒，亲眼看到了自己行凶的这一幕，他才终于明白，原来撒旦就是他自己。难怪他们一直找不到撒旦的踪迹，原来撒旦一直在他身体里，在他的爱满溢而出时，才会出现支配他的身体。别西卜抱着奄奄一息的莉莉丝，慌张地问道：“不是他想这么做的，果然就不该和他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然而，莉莉丝并没有怪他，而是告诉了别西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他很幸福，所以他最后的命令是带着他的那一份活下去。话音一落，莉莉丝便没有了气息。别西卜被仇恨支配的心再一次失去了依赖的人，并且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他彻底崩坏了。从那以后，别西卜的内心一直渴望有人能将他杀掉，并且尽可能要残忍一点。但在那之前，他也要活着，遵循莉莉丝最后的命令。这便是苍蝇王别西卜惨痛的过往。擂台之上，震耳欲聋的呼喊声预示着两位出战选手即将登场。第8场的擂台也变成了6边形的镂空小平台，每个角的柱子上都有个小恶魔雕像，讥笑着看着台上。因为是镂空的缘故，主持人都坐着个骷髅小飞艇，高喊着斗技场终于整装完毕，比赛即将开始。这一刻，不管是神明方诸神们，还是人类方观众和选手们，都将目光注视在对方的出战口处。主持人的声音响彻在擂台之上。在这第8场人神之战前，神明方取得了3胜，人类方则为4胜，是有史以来神明方首次被人类赶超。为了洗清这份屈辱，有一位神明特地从地狱赶来参战。当事先注意到神明侧入口处的时候，一个醒目的苍蝇图案引起了神明方的惊呼声，都张着大嘴不敢相信，难道说是那个家伙吗？大门里边，手握骷髅权杖从黑暗中浮现，对人类方降下绝望，是那位被诅咒的神明。随着主持人的介绍，大门口轰的一声巨响被强行破开，门口便是万丈深渊。但下一刻，就见门槛两侧一声轻响，随后便伸出2个圆柱，没一会儿功夫就搭成了一条通往擂台的道路。主持人的介绍还在继续，他是来自地狱的暗黑神，也是七宗罪之暴食的化身，恶灵的支配者。道路两侧悬浮着冒火的骷髅头和别西卜那不露自威的身影相辉映。那令神都畏惧的诅咒之力终于要在此刻解放，人类方对其也并不陌生，通常称其为苍蝇王。将权杖立于擂台之上，神明方第8战选手别西卜参上。不仅是人类一方一脸恐惧，神明方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知道这是替他们战斗的选手，但听说和他扯上关系的神都会遭遇不幸，他们竟然得靠这种家伙取胜。神明方看台上的气氛都看在女武神布伦希尔的眼里。一旁的格雷问起别西卜大人是不是也太招人厌恶了，希尔德回应道：别西卜大人就是这样的神。紧跟着，事先来的别西卜正对着人类方出战口，即将到来的挑战地狱鬼王的人类代表将会是……话一落下的一刻，门上刻意的图案有了动静。这个图案正是奠定了无线通信发展的基础——特斯拉线圈。门槛的柱子应声弹出，搭建成了道路，但特斯拉依旧没有出现。等到大门机械式的展开后，漆黑的门后突然亮起了诡异的光芒，
亮瞎了主持人双眼的同时，宛如一道道闪电从门内倾倒而出，笼罩了整片擂台。主持人忍不住吐槽道：“这人类方一个个都搞得这么夸张。”但嘴上还是介绍了起来。诞生于雷鸣呼啸之夜的光之子，它点亮了整个地球。门内走廊上是一整条自动装置，墙壁上挂满了灯。走廊的尽头，特斯拉正半蹲着踩在发射装置上，在主持人的介绍声里，脚下的踏板弹射而出，将他整个人都弹射在空中。用想象肆意创造，诞生出现实。这个男人欲要让人类与神明比肩，人们对其带着敬畏和赞誉，称其为人类史上唯一的魔法师尼古拉·特斯拉。沐浴在满天电流中，特斯拉闪亮登场，身披神奇铠甲，名为超人自动机械贝塔。人类侧战士特斯拉的名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战斗机甲就给人类方看懵了。总之不管怎样，帅就完事儿了。尤其是小孩子们齐声高呼着特斯拉加油。随着两名战士入场，入口处的道路撤回，在这个四面镂空的小平台上，将会是一场生死决战。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究竟是这黑暗的支配者会将人类的希望湮灭，还是这魔法师发出的光芒会冲破这重重黑暗，给人类方带来光明呢？总之，决定人类命运的第8场比赛正式拉开序幕。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的一刹那，就见特斯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别西卜。刚以为要开始激战时，特斯拉突然像个好奇宝宝一样，将别西卜浑身上下都观察了个遍。你就是苍蝇王别西卜啊？怎么跟记载里差很多啊？哈哈，看来这会是一场有趣的研究啊！别西卜神色不变，冷漠地看着他，长眉的希尔地解释道：“这可能便是所谓科学家的好奇心吧。可惜这场战斗不会很有趣的，在你毁灭之后就会结束。然后你们赢了比赛，再把人类通通消灭。”面对这个问题，别西卜突然沉默了。特斯拉摆了摆手说道：“No， 破坏是最愚蠢的行为，它是对创造的放弃，连我们人类都清楚这一点。不畏艰辛，不断尝试，我的人类持续创造的脚步，即便是神也无法阻拦。”特斯拉慷慨激昂的说辞并没有得到别西卜的回应。那些都无所谓，眼前还是快些开始厮杀吧。话音一落，只见别西卜将拳上往地上一砸，一道裂缝顺着地面眨眼间杀到特斯拉脚下。特斯拉反应过来，给躲开后，擂台边缘的柱子应声碎裂。主持人都看傻了，这刚换的擂台这么不经用吗？也或者可以说，别西卜这突如其来的攻势威力惊人，并且还是在一动不动的情况下发出的，果然是魔法类的攻击吗？看着被撕裂的地表和身后粉碎的柱子，特斯拉笑着说道：“魔法？哈哈 ，no， 这可不是魔法，而是科学。”好了，到这里就是女武神第8战第3回的全部内容了。这一回向我们揭露了神秘鬼王别西卜的惨痛过往。在这之前，我还一直以为别西卜是个诡计多端的幕后黑手，是跟他禁止召唤术的波旬一样的恶魔。但回忆杀一出，还挺同情他的，毕竟撒旦诅咒也并不是他的本意。亲眼目睹自己杀害朋友的一幕，内心崩坏也是情理之中。再来谈谈我们人类方的战士特斯拉，被誉为最接近神的男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结合历史背景和是动力装甲来看，特斯拉的攻击方式估计会是电与机械一类的。另外，特斯拉和始皇帝一样，都是历史里真实存在的人物。在这个设定里，始皇帝能展示吃油火的神迹，那特斯拉估计也会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设定吧。这场比赛可以看作是光与暗、科学与魔法、人类与神秘的较量，有着这么鲜明的标签，战斗过程想必也会相当精彩吧。好了，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